如果你有睇尋晚個市，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明明台積電份業績靚到爆炸，講緊要掟500幾億美金出嚟搞資本開支，照計科技股應該要升到爆廠噶嘛，但係結果呢，美股三大指數反覆回軟，道指跌咗83點，標普同納指都係微跌0.06%，反而係平時冇人理嘅羅素2000小型股指數單日升咗0.12%，全個禮拜計更加升咗超過2%。到底發生緊咩事呢？一邊係 AI 嘅狂歡，另一邊係政治嘅陰霾。特朗普突然話要換聯儲局主席人選，搞到債息抽升，嗰邊廂地緣政治又突然話緩和，搞到黃金白銀大插水。今集我就會同大家拆解呢個極度精神分裂嘅市場。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呢，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大家都知道，市場最怕就係不確定性。本來大家以為 Kevin Hassett 做聯儲局主席係坐定粒六，點知特朗普突然喺白宮活動上面放風，話想留 Kevin Hassett 喺身邊做顧問，暗示可能會提名 Kevin Walsh 做聯儲局主席。你可以想象下，華爾街班大戶聽到呢單新聞嗰陣個樣係幾咁驚恐。點解呢？因為 Kevin Walsh 雖然近期轉咗鴿派，但佢歷史上係出名嘅鷹派人物，而且呢個變動意味住聯儲局嘅獨立性可能會受到更嚴峻嘅挑戰。加上最新公布嘅數據顯示，美國12月工業生產按月增長0.4%，好過預期，通脹又好似有死灰復燃嘅跡象，搞到市場對3月份減息嘅預期再一次降溫。美國10年期債息尋晚一度升穿4.23厘，呢個絕對係高估值科技股嘅天敵。你可以見到，雖然基本面數據好似軟着陸，甚至係不着陸，即係經濟好強勁，但係加上政治干預同埋債息上升，就變成咗一個完美風暴嘅前奏。咁喺呢個咁混亂嘅局面入面，有冇啲咩極端現象值得我哋留意呢？當然有，而且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我喺之前 Patreon 嘅會員通訊提過萬物皆漲嘅現象，即係垃圾債又升，迷因股又升，科技股又升。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嘅數據，佢哋嘅牛熊指標已經升到9.3，呢個係2018年2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屬於極度牛市嘅區域。通常當個指標去到咁高，即係代表市場情緒已經極度亢奮，所有人都集中船上嘅其中一面，反船嘅風險就變得極高。另一個異常現象係關於銀行股，雖然大型地區銀行好似 PNC 咁，業績好過預期，股價升咗3.8%，但係你睇翻成個金融板塊，其實係震過貓王。點解？因為特朗普早幾日喺社交媒體度發爛渣，話要將信用卡利率上限設喺10%。大佬啊，而家市場利率都咁高，你叫銀行收10%利息，即係叫佢哋做善事啫。呢個消息一出，好似 Capital One、花旗呢啲依賴消費信貸嘅銀行即刻腳軟。雖然尋晚 JP Morgan 叫做穩得住，但係成個板塊嘅氣氛已經被政治陰霾籠罩住。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樣個市又高位，政治風險又大，應該點做啊？老實講，我個人嘅策略係跟隨資金流向，但要戴定頭盔。首先，我唔會因為驚就清倉，因為 AI 嘅趨勢實在太強。台積電尋日發說會講得好清楚，佢哋預計2026年嘅資本開支會去到520億至560億美金，呢個係真金白銀拎出嚟嘅錢，唔係以前科網股泡沫嗰種畫大餅，所以重點依然會留喺有實質盈利支撐嘅 AI 硬體股上面，例如 Nvidia、Broadcom， 當然唔少得台積電本身。但係鑑於 VIX 恐慌指數嘅期貨倉位極度失衡，即係好多人都喺度沽空波動率，加上1月下旬通常係美股季節性比較弱嘅時間，適度咁做一啲對沖，例如買入少少恐慌指數 VIX 嘅 call， 或者保留較多嘅現金。同埋雖然黃金尋晚跌咗1.72%，低見$4536，但我依然會將黃金視為必須持有嘅資產。點解？因為美國國債利息一年都要俾萬幾億，呢個債務黑洞遲早會還。黃金係對抗法定貨幣崩潰最好嘅保險。琴晚嘅下跌主要係因為伊朗局勢緩和，避險情緒降溫，但我認為呢個反而係趁低吸納嘅好機會。好，我哋再深入啲睇下市場內部嘅情況。尋晚嘅市況其實係好典型嘅板塊輪動加業績消化。雖然大市跌，但係如果你細心睇，羅素2000小型股係逆市上升嘅，而且已經連續11日跑贏標普500，創下自2008年以來最長嘅紀錄。呢個說明資金開始由過度擁擠嘅科技巨頭流向估值比較低嘅中小型股，呢個就係所謂嘅標指493追落後概念。個股方面，輝達同 Tesla 尋晚分別跌咗0.5%同0.2%，表現比較疲弱。相反，受惠於台積電增加資本開支，半導體設備股好似 Applied Materials 同 Lam Research 依然有資金追捧。不過你要留意，醫藥股好似睇來近期跌得好甘，呢
呢個反映資金正從防禦性板塊撤退，或者係對高估值嘅醫藥股進行獲利回吐。另外有一單新聞好值得留意，就係大賣空主角 Michael Burry 據報正在做空 Oracle。佢嘅理由係 Oracle 為咗搞 AI 雲端背負咗950億美元嘅債務，但係回報率成疑。呢個提醒我哋，雖然 AI 大方向冇錯，但係個別公司如果槓桿太高，一旦業績交唔到數，股價隨時會腰斬。所以揀股要非常小心，唔好見到有 AI 兩個字就衝入去。講到重大主題，我哋一定要詳細講下 AI 資本開支 vs 能源瓶頸呢個矛盾。台積電嘅魏哲家話 AI 需求無止境 ，Meta 嘅朱克柏格又話要起吉雅級嘅數據中心，但係問題嚟啦，電喺邊度嚟呢？特朗普最近發文點名批評 Microsoft， 話數據中心搞到美國家庭電費升咗30%，仲話要科技公司自己俾錢起電廠。呢個就形成咗一個好有趣嘅博弈。一方面，科技巨頭必須要燒錢買晶片起數據中心嚟維持競爭力；另一方面，電力供應同政治壓力又變成咗緊箍咒。所以我認為跟住落嚟，除咗睇晶片股、電力基礎設施相關嘅股票，例如獨立發電商、電網設備股，甚至係擁有核電概念嘅公司，依然係今年最重要嘅投資主題之一。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嘅機會，大家一定要放入 watch list。最後，我哋放眼全球，睇下其他資產。外匯方面，美匯指數尋晚先跌後回穩，收報99.16。日元方面，日本財務大臣片山交月又出嚟出口術干預，話日元太弱，日元一度反彈至157.82。不過日本央行話下個禮拜開始要買 ETF 同 REITs。呢個動作可能會對日本股市造成短期壓力，大家炒日股要小心啲。商品市場方面，雖然伊朗局勢暫時降溫，油價尋晚稍微反彈，紐約期油收59.44美元，但我個人對油價依然睇得比較淡。除非中東真係全面開戰，否則供應過剩嘅問題依然存在。反而係天然氣受惠於嚴寒天氣，荷蘭天然氣期貨今個升咗超過30%，呢個係典型嘅天氣炒作，手腳慢嘅就唔好追啦。加密貨幣方面 ，Bitcoin 尋晚跟隨大市回落，曾經跌穿95,000，去到94,375美元。雖然期貨 ETF 資金流入依然強勁，但係喺10萬美元大關之前，似乎遇到咗唔少阻力。我個人睇法係，只要聯儲局唔係突然大幅加息，Bitcoin 喺整固之後依然有機會再挑戰新高，畢竟呢個係對抗美元貶值嘅另一種工具。總結一下，下個禮拜一係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美股休市。之後個禮拜雖然係短週，但係數據依然重要，包括 PCE 通脹數據同埋更多企業業績。而家個市就好似喺懸崖邊跳舞咁，音樂未停，舞照跳，但係你隻眼要隨時望住個太平門。一方面有台積電帶領嘅 AI 狂潮，另一方面有特朗普帶嚟嘅政治風暴同埋通脹隱憂。我嘅建議係唔好估頂，但要識得經，唔好過度槓桿，保留實力，等待更加清晰嘅信號。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